一周不停更，天天有惊喜。周一超长预告提前放送，精彩看点爆料不断。周二、周三会员抢先看上下集，更有课堂纯享版和未播花絮随机掉落。周四会员专享夏日小山日志，爆笑游戏局加凤梨课堂。周五惊喜加更，关于我们的一切，热门 CP 快问快答自曝现状。周六观察室日记。更多明星未播一次看够。周日怦然心动陪看中，恋综嘉宾在线当嘴替。每天中午12点，我恋和你甜蜜相约。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欢迎收看优酷我们恋爱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聪，欢迎我们的观察团各位成员。今天是我们的告白日啦。其实上次我们浅看了一段告白，摩天轮的反应没有我心目当中如此热烈。我觉得老秦跟周周的反应就是很像，你们俩真的是他们俩的好哥们儿和好姐们儿劝了一路，然后俩人最后好了。然后我们还在妆房外面。我们俩劝的那种角度就是，哎呀，要不然其实不太合适，就别在一起了。然后俩人在一起，千万别轻易劝朋友分开，很容易被打脸。当然，今天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告白，因为他们无论是从什么角度、什么维度，但相信这段旅程都有很多要和彼此说的话。所以马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告白日吧。哇！我是28岁，好美好美，但是28肯定比18好呀。28我觉得会有魅力很多。哦呦，他们要告白了，我都替他紧张去了。来了，星空草坪，这是帅翔。哇哦！啊！哇，这也很美。这帅翔很会啊。谁啊？泱泱在吗？我在。我们1个小时以后星空草坪见好吗？好吧，我知道了，待会儿见。好，待会儿见。Hello。啊，好美呀 Hello。Hello。好美好美。请。谢谢。你好漂亮今天。我有点。这个动作是什么？因为我看到他是这样。张琪，我揍你了！我忍不住揍你了。这个我要给你一拳了啊！就是上一次我们一起在哇哦！星空草原的时候，我记得。其实那个时候我给你准备了一束花，但是后来有点犹豫，那时候可能觉得我们才刚认识没几天，再送一束花会不会有点唐突？这束花其实在我的宿舍放了很多天了，嚯，它都有点枯萎了。哎呀，好吧，谢谢。今天我想再送你一次花，就是哇，真好，真好。这么多花，这个就是我刚刚做的，你自己做的？对，我提前过来做的。哦，
那为什么里面有粉色的花？因为我觉得你的内心有时候也挺粉色的。姐姐被这样说是开心的。还不快点送给我？哇，这个感觉比之前的花有分量的多了。以后会更有分量。以后会更有分量。因为我知道那天你其实我们一起穿校服的时候，你很抗拒。那天我也不知道你是为什么突然都那样。后来你告诉了我，我是听了之后真的觉得，就还蛮心疼的，就还蛮心疼的。这里我写了一封信，是给13岁的你。哦，嗨，13岁的洋洋，你好。也许你将经历一些挫折与痛苦。我知道现在的你还没有那么的坚强，但是请你千万不要放弃。那些打不倒你的困难，只会让你更加的强大。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回到穿上校服的那一天。这一次，我希望为你递上耳机的人是我，然后我能够默默地陪着你。那你愿意吗？现在吗？不愿意，不愿意。你让姐的造型白做啊！穿这么漂亮，今天干嘛要穿校服啊？就是那天你飞那个纸飞机，今天要不我们再重新飞一下？好的。好吧。那这次就是我们自己叠吗？还是你已经折？他捡了暖阳的纸飞机，看那个表情啊！那我们要不要飞一下？往哪边飞？我看一下。我们往那边飞。那我们飞的时候要喊什么吗？喊你上面写的呗。我看一下，上面写的什么？我上面写的什么？再见。再见。这个不是我的吧？不是我的吧？啊，这是你的。这不是我的。我看你飞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啊。这个真的不是我的纸飞机哥啊！只是颜色吗？你真的搞错了。哦，尴尬。我看着就是蓝色的那一架呀。但是我记得我自己写的字啊，你连我的飞机都认错。走！哇，亏我还一直以为你真的把我的飞机拿过来了。但是这真的不是我的飞机，我要哭了。那我们现在去叠一个嘛，好吧？这不是我的飞机。那我们就叠一个新的，好不好？不好，我很不开心。原来你从头到尾都搞错了，我要哭了。你根本都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吗？但我明明就在我边上，上面的字都不是我写的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把它打开看。我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好笑，也一点都不好玩。我也不想再跟你一起叠一次飞机。对不起。我不想听对不起。哥们儿心里慌了，这咋办呢？因为你找到飞机这个事情，也都让我都觉得很温暖。你帮我捡了啊？但你现在却给了我一个错的。我刚不拆开来看，我都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东西。所以什么你关注我、喜欢我，什么都是假的吧？妈呀，都是假的吧？你如果真的喜欢我，你连我的字你都认不得啊，你连我的飞机你都捡不对，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发现。那你当时你捡来的时候，你就没有看一下，你就不能确认一下？我没有打开看，是我不对。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看你写的东西，所以就没有打开看。我不听，我不听，我不要听。我现在就是如鲠在喉，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真的要哭了，我感觉。我也没想到会这个样子。我想先走了。妈呀！我想先走了。啊！那我陪你一起走。不用了，不用了，因为我真的很介意这个事情，我想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冲过去啊，拉住他，报警啊，说对不起啊。会有用吗？我觉得这说没用。但是你努力过啊，你不能就让他走啊。他现在这情绪好不好？他现在跟上了，对，要跟上。你不要跟着我好不好？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我陪着你，我不讲话。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不想看到你。我不想看到你，别跟着我行吗？这也太抓马了，这也太抓马了。我没有想到我们能够从头抓到尾。这个什么坡啊，这么陡！我把你扶下去。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我真的要生气了。我就把你扶下去好吗？就给一次机会。你离我远一点行吗？现在。我怕你穿高跟鞋不方便。我真的不需要。我再不方便，我也可以自己，我哪怕把鞋子脱掉，我自己走都行。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哎呦，你看他不能跟。救命啊！啊！作为女生，我觉得我们很知道暖阳的那个感受。我懂，哎，我就能够完全理解。因为之前所有对你美好的东西的基础都是你捡回了我的那个纸飞机。对。然后突然我发现这一切不成立了。然后发现过往的一切都是妄念，就是他也生自己的气，也生对方的气。我能理解暖阳的哭也是对的，生气也是对的，就说他有他绝对生气的理由。那的确这么粗心的事情，对吧？这么美好的回忆，小帅突然被全盘否定这件事呢，他也很懵，也很懵。他的确做错了，但是我觉得你要想一想，旅行的时候，其实小帅表现得很好，那他对你那些好也是假的吗？那肯定不是啊，对吧？这个事情要公平的来看，要全面的去衡量这个人。崩得这么厉害，把小帅整个人都否定了，直接就是你就是假的。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有些冲动？会痛的。难道中间做的这些都不止那一张飞机吗？对吧？就是因为帅翔，其实他唯一一点没闹明白，就是对于暖阳来讲，那个13岁的经历，真的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他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而且告白嘛，你就踏了个实告白嘛，他选择在这一天给人疗伤。哇，有道理，特别好。这个我刚刚特别认真算了一下，他13岁的时候，他才5岁，拿啥承受啊？我刚刚也算了一下，我是没有想到告白日闹掰，这确实是连总史上之最。我这真的是完全没想到，我以为都是甜甜的。我现在是如鲠在喉。
那个名场面我能再添一次。哇，是不是这草坪不吉利啊？上次默默也是从这儿走的，也是拖鞋，对啊，不吉利。这景色选的，真漂亮。嘿，今天这个主题是校园主题。转校生表示想和班长做同桌。喜欢我吗？那你喜欢我吗？这两个我觉得一下节目就干柴烈火。好细心哦。太帅了。哦，来了。哦，用心打扮了婷子，她好美呀。Hello。Hello。你有喷够那个吗？喷了，但我很不喜欢这个地，根本走不了。没事，我已经提前帮你喂了好多，送给你，送给你。谢谢。啊，给了。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哇！谢谢。小熊跟听子的故事，哎，你看一下这个，这就是我昨天。这是你昨天做的吗？对啊。哦，这个好。好浪漫。我们有一张照片是一样的。我猜是这张。对。可以，很默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你啊？不是上面绑着的。是那个318吗？不是这个。这是我们0.5的那个吗？对，因为这条线是很有意义的。哇，小熊好浪漫哦。然后他还拿了一个粉红色的芍药。哇。对。我喜欢芍药。那是啥？芍药的花语是情有独钟。这个还挺细节的。对对对，这个挺好的。对。好看吗？你觉得？还可以，挺好看。哦。是吗？那我看，那坐一下吧，要坐吗？要，非常需要。你坐这边，你坐这边，这边比较没那么多虫。今天这个主题是校园主题，你是班长，我是转校生，然后我们现在同桌。我看一下哦。这我花了24小时做的极限操作，跟你讲。哇，好用心啊！画画是吗？我觉得我做的比你好。啊，确实。现在看上去你承认吗？那我们赌一下吧，要不？这么好的东西，太会了。我们的故事开始于2023年7月10号。嗨，你好，我叫听子。我画了个心。对。因为你说你第一次见我就心动了。哦。哎对。呦。初次见你，夕阳真美。好细节啊。是不是输了？输了。这是第2天。2023年7月12号，大湾区最爱的鸡汤火锅。你发现了吗？就有一半辣的，一半不辣，所以我们两个是一个爱吃辣，一个不爱吃辣。对，刚好。真好。然后我们入住重庆小屋，第一次来重庆，我也第一次来重庆。然后晚上给你写了一封信，爱笑的眼睛。天哪！还没完哦，这才第3天呢。我才会画这个。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哦。对。然后我们就第一次做蛋糕，丑小兔。好丑。然后当晚写的信，我们写的超像的。这简直一模一样。对，你写的是虽然不爱吃甜食，但是一起做的丑小兔蛋糕还不错。你跟我说的每句话都记得。感觉他俩好像很快就找到彼此，然后就顺顺利利。你记得这是什么吗？
我记得你写的，要你那个要求嘛，对，要求要有帅气的笑容。是我们第2次约会。然后当晚你就写着好多第一次我都在。我发现我好多事情第一次做都会跟你在一起。那很好呀。很好。你之前插过花吗？没有。我也没有，又是第一次做的事情。好吃吗？好吃哎。名场面。跟你约会特别开心。太会了。马上许愿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当晚就那个嘛。对，第2天去晚宴。是我们第3次约会。星空草坪，我觉得你那天穿黑色很帅。当晚写的信就是听仙女，今晚的星空草坪你最美。哇，这张超好看。超好看。对，我那张用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张比较好看。对，因为我那张没有看镜头。我觉得这张真的太有 feel 了，这张照片。放学等你。我觉得那天特别的青春。你是年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然后我觉得从这一天开始，7月19号开始，就属于我们小屋的第2篇章，因为之前一直是跟大家一起住嘛，然后从这之后是我们俩单独。第一次喂黑熊，第一次喂老虎，那天真的很开心。哎呦，喜欢我吗？那你喜欢我吗？喜欢。那你喜欢我什么？我喜欢你全部。中还有我的点。走啊！我最喜欢这张照片。你最喜欢这张？好多我都好喜欢。真的？每张合照我都好喜欢。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张照片呢？我觉得很甜啊，而且很特别，很有画面感，就不像自拍那种感觉。我们后面可以继续画下去。对啊，我们可以把之后几天的画上。我这个太，可能需要再要1本了。哇666。然后，就是你那个画要拿回家裱起来吗？我真的做了很久。那我这个怎么办？不是，我给你看一下，我不会画画的，你知道吗？但是你每天都画呀，写信里面。你知道做了多久啊？昨天健完身之后做到4点，然后今早9点开始再做。都挺用心的。你怎么画了个自己呢？所以是你要把你自己送给我吗？哎，你觉得你做的时间久一点，还是我做的时间久一点？我觉得我们做的时间差不多，可是我觉得你这个更有，就是有意义好多。真的做的太好了。你会珍藏吗？会啊。真的假的？对啊。那行，你先教姐姐。那行，你先教姐姐。先教。什么玩意儿？今晚叫？不对，这个今晚叫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叫。OK。今晚就叫行吗？今晚叫可以。对。好，那今天是我对你的告白日，那我也准备了一段文字。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得拿着画。这画叫什么？芍药。那我们代入一下角色，你就是听子班长，我就是新来的转校生。听子班长你好，接下来呢，请听一段转校生写给你的留言。今天是我们相遇的第14天，14天，同时也是我们在一起这个教室里面相处的最后1天了。14天的时间，说长不短，说长不长。你不要这么紧张。说短也不短，但是我们在这14天里面经历过的东西，跟体验过的东西，我觉得都是毕生难忘的。哇，也是非常独一无二的。然后后来我们
就是进了这个小屋之后呢，就是所有跟你看似漫不经心的互动，都是由我看似被动的主动。厉害厉害，这句好甜啊！什么意思？就是你觉得是漫不经心的，其实是我有意为之的。OK。小熊会呀，看似被动的主动。然后跟你接触过之后呢，我发现遇到你很开心，然后我希望就是在我们离开了这个教室之后，你可以给我更多机会去接触你，了解你。好，没问题。哇，对，因为我觉得我们通过好多事情可以在你紧张到舔了一下嘴巴。对，就是之后我想多接触你，更多了解你。好啊，咱们现在已经无法正视他俩了，你知道吗？就他俩随便说一什么话，咱们都你知道。离我近一点，还离我近一点。哇！默默这对居然亲了，他们俩居然没亲。啊，默默他们那个就轻碰一下，他俩就是一个大舌吻。往后看，万一有呢？帮你啊。哇！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你小心点。每次就算摔下来也是我先摔，我不会往前摔，我往后摔。我的天哪！听着有点像那个 Lisa， 是吗？对。我想真係對方中意我多啲。剛把通了。我有點害羞了。你也會害羞，你也會害羞。跟你说我的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啊。在这种车上，这段就很合适了。对，吻的时候应该在这儿就吻上。那不行不行？行，不行跟我讲啊。他们俩应该算是最具荷尔蒙的 CP 吧？对。其实我比较期待的是听子说什么呢？你亲我一下。我也以为他会说一样。然后类似于那种什么，你亲的不好，以后姐姐教你什么这那的。你也是挺懂女的啊？啊，是吧？挺懂女生的。你知道，在旁边小常的那个眼神，就是这还是我的那个兄弟吗？你说什么呢？刚刚你说什么？我觉得从我的视角来看非常好，特别有张力。所以他们用的这种不温不火的语言表达呀，也许观众就开始因为这个场景开始想象，想象的威力是巨大的。哎，留白，对，留白有的时候更有魅力。但其实刚刚小熊的有一个表达，就是虽然挺含蓄的，但是挺浪漫的。然后也是刚刚小常有特别想要学一下的那个表达，是不是？看似被动的漫不经心的主动的被动，看似被动的主动。到底啥意思？就是我好像看上去是比较被动那一方，但他其实都是在暗地里面使了小劲儿。对，他是在偷偷主动的那个，制造了一些东西和一些相处和那种互动。听子，你就看我多有劲儿就完事儿了。但是感觉听熊其实他们两个人算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嘉宾当中很快的找到彼此。然后两个人就一直还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步调一致的往前走的一对儿，就是喜欢东西都是一样的。对，所以今天看到他们的告白，其实我们还是不意外的，他们的告白还是挺水到渠成的。那我们就继续看看下一对轮到谁告白。治胃痛养好胃，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联合赞助播出。我来试试。总习惯做充满元气的小太阳。每个精彩瞬间都不想缺席。来了来了来了！
一起快乐地探索万千世界。吃蜡烛，吃蜡烛，吃蜡烛。但是脆弱时刻我又难受了，突然来袭。女战士可别逞强，现在换我们来照顾你。39胃泰牌养胃舒，治胃痛养护胃。治胃痛养好胃。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联合赞助播出。恋爱带范琪，祝你表白加分，感情升温。本节目由范琪珠宝赞助播出。妙压相机9块9实现写真自由。本节目由妙压相机赞助播出。老王了吧？不，老王。老王在等待，他在等李明伦吧？这组是女生在等。哇，夕阳好美啊！老王好漂亮。飞过去啊！哇塞，他要飞过来，我会感动死哎！爱的迫降吗？这不是？你说看到他从天空降落吗？我会，因为那是很就是对他们第一次就开始真的打开心扉的那种，就是暖阳的飞机啊，对，重要的回忆。哎，喂，黄好，我们对着这个方向跑，好吧？对，对这个方向跑，好吧？好。往后面推一点点。来，准备好没有？来，3、2、1，跑起来！好，走。哇塞，我看他从天而降，我会哭哦，这戳到我了。爽吧？飞到了，没劲儿了。我。被骗了。然后就找不着了，是吧？到晚上，老王都没等来李明伦。一会儿拖了滑翔伞从旁边跑过来，哎呀，我到了。有啊，这不是要从天而降吗？我等了你1个半小时，哥。不怪我，它上面那个风的问题。真的飞偏了。我发现你这个人与所有的有可能带给你好气氛的东西都无缘，是吧？爱的迫降失败。我跟你讲，一般女生等1个半小时会气死，但他一句话，这也就是老王，这就是老王。要得到幸福，有的时候是要钝一点的。但我觉得李明伦其实应该是一挺闷骚的人。闷骚你看他想的这些方式都可浪漫了。哦，对了。给你补了第2天的信。他也学会。我现在能读吗？写的很简单了，大直男。因为就是适应当天那个情景嘛。这是我想补给你的第2天的信，有点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想让你知道，希望你开心。真好。现在就算你全勤了呗。明媚的一笑。我们家老王很容易满足的。现在就算你全勤了呗。Hello， 李明伦。王安琪，叫我安琪就行。他俩真的很好。我也不想别人有信收，说你没有信收我。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很好，真好。你这个人就是不要发光。1、2、3。我喜欢别人叫我安琪，其实。漂亮，真开心。1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我呀，瞅呢。这美女呀！哎呦我。治愈了，治愈了，治愈了，治愈了。我不用给你补吧，我跟梁翔那天玩挺开心的。可以。扳回一场。好热。这个目光，哇！我听小帅说你要结束以后飞北京。什么时候去啊？24号吧。24号就走啊？那不就是明天吗？然后你在北京什么计划呀？
北京训练，找训练师，然后训练租房的训练。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呀？北京比较熟吧。你怎么不来上海训练啊？我没地儿住，然后朋友也不在上海。可是你在北京不也是要租房子吗？熟吧，然后我北京有特别好的朋友在北京。嗯。我马上开学了。几月份啊？9月、10月回去吧。9月、10月。哎，异地了，对吗？回去打球就回到现实里了。咱俩之后咋见面啊？微信联系呗。嘿，绝了。QQ 爱啊。简单爱。我跟你正经说呢，咱俩之后咋见面啊？老王要认真的谈恋爱。因为这就是可能很现实问题。就是我8月份比赛很重要，嗯，然后我可能要每天训练，嗯，然后有比赛会出去打，嗯，我是觉得，因为异地这东西不太能解决。林冰伦，这是因为之后我还要去墨尔本，嗯，唉。然后我们的想法不也是很一致的，还是做朋友，然后慢慢的尝试朝那个方向去移动，对吧？因为我们都很珍惜我们作为朋友的这段关系。嗯，你是很珍惜吧？嗯，当然是。落寞了。哎。啥玩意儿？不是，那他要回墨尔本，他来这节目干嘛呀？他如果他本来就是要回墨尔本，又接受不了异地，那请问你来这节目干嘛？不能理解。而且我觉得他前面不是很明确的表达喜欢老王吗？对。对。然后他们俩已经不是朋友了，就是不是单纯的朋友了，他不是很明确这点吗？嗯。上一次的时候，李明伦真的很直接，他还当着大家面表白呢。我喜欢你。他说我喜欢你，然后他对他喜欢跟爱不一样啊，喜欢不是爱啊。爱才能用来解决问题，你明白吗？但是我估计，包括老王在内的所有人都希望喜欢是爱的开始。但是这个喜欢可能不足以让他放弃现实这么多的难题吧。所以我不喜欢这个环境。我觉得我们在一块儿，我就想，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就开开心心的。我挺喜欢这个环境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的话，我可能还是，我觉得会误读你的心思。你在川西的时候，我以为你，我留下来，完完全全是因为你。你什么时候感觉对我感觉不一样了？在你跟我说你觉得我走了就没人陪你玩？我们是要尝试，我也很想尝试。但我觉得你在知难而退。嗯，准。我不是知难而退，而是我现在从川西回来，我没有几天，我们出了这个环境之后，然后再去尝试，就是看看我们性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在这儿有很多枷锁，但是主观我是觉得我们是很合拍的。你觉得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每天都讲这些话，我听累了。我其实挺喜欢你谨慎，但我觉得有时候你有点太谨慎了。
但是就反正我就是觉得，你知道吧，在这儿跟在现实生活太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太不一样了。我不了解你的工作，我不了解你的朋友，对吧？你了解以后，你得爱死我。你对自己和对我都多点信心吧，你干嘛想那么多啊？你喜不喜欢我？我是真的很怕失去我最好的。我？救命！我觉得在这个短的时间里，可能我们做一个很快的决定，做一个很快的结果，你不觉得我咱俩？没有要跟你谈恋爱。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很草率。如果你现在跟我说，你说咱俩在一块儿吧，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看你现实中什么样，对吧？这和我的想法一模一样。但是我要看到你到底是对我怎么想的。哎，你不能说。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我是要看到你到底想跟我怎么发展，我好做出反应，以及我想看到你的选择。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我，你只是作为朋友不想失去我，你可以告诉我，我不会受伤害。我最受伤害的是你模糊不定的态度。老王表达的好清楚哦。我觉得这个目光哇太帅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不用太纠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现在网络也发达，我们想视频就视频，想聊天就聊天，想分享生活就分享生活。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吃饭吧，饿了。逃避了。他没有想要跟他在一起啊。你听不出来吗？他这样子讲，我觉得他刚刚是在拒绝了。其实，对呀，我跟你说啊，你给我感觉就是迷惑，就是我又觉得哎，他有些好小细节好像挺喜欢我的，然后有一些细节我又觉得好像也不是吧，就是我也在中间来回摇摆，所以我需要听到你嘴里说出来到底。所以我真的，我怎么给你一个确切答案？我不想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就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你明白吗？唉，行了，就聊到这儿吧，我饿了，咱吃饭去吧。不行，你自己去吧。咱聊点别的。我不，就聊这个。我今天不顺着你。好姑娘。老娘想干啥干啥啊！你别管我。老王好猛，我就特烦这种男的，走3步退2步。我挺顺着你的了，已经。我也挺顺着你的了。比如，比如我会留在这儿。啥意思啊？你真的别不开心，我真的不想看见你不开心。唉。然后我给你买了个东西。我把我的礼物给你吧。喏，你不是说你喜欢那个漫画吗？哇，挺好的。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但是我跟你聊完以后，我后面有一点想改一下，所以我就以我念的版本为准，好吗？好。李明伦，昨天还说今天没有信，今天我就又写了一封，
你一定没想到，其实生活里我是一个有点害羞，甚至因为害羞显得很冷酷的人。后面遇到了比我还别扭的你，有时候看到你的一些反应，就觉得很好笑，像是看到了很久以前那个有点笨拙但是又很单纯的我。关于我们的瞬间，那天晚上你说的也都是我记得的。瞬间，在餐桌上只有我俩相视一笑，哪天？是第一天吗？第一天吧。但对我来说，最特别的瞬间都没有被摄影机记录到。一个是那天在滑翔伞下来，我准备去见小帅，在去车上的中途，我聊到我不喜欢别人用对待男孩的方式来称呼我，你突然有点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你知道你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你并不那么容易被理解。”但当那个也明白你的人出现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彼此的特别。第二个是篝火晚会那天晚上，我在广场上拥抱所有人。等我泪眼婆娑地往外走，远远地看到你就站在围栏外面看着我，你在等我。那个瞬间，我直接走过去抱住了你。大家都在起哄、笑和闹，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个感觉，因为那一刻我只感受到了你，因为那一刻我只感受到了你。哎呦。如今想来，这14天的相处，我只想用奇妙2个字来形容。5月我在越南旅行的时候，一个小哥非要帮我看桃花，他说你的缘分还没出现，他会在一个有山的地方跟你产生联系。我当时不可置信，甚至有点绝望，因为我不喜欢山，更喜欢海。现在想来，巧合也好，概率也罢，我只觉得奇妙并且美丽。我再跟你说一个巧合，就是今天早上我在化妆的时候，照例打开了播客。最新一期的更新题目就是“爱是一种决定，爱是一次努力”。主播在这期引用了我很喜欢的一本书《爱的艺术》的一段话：人们拒绝认识意志的重要性。爱一个人不仅是一个强烈的感情，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我知道谈起爱这个字眼似乎有一点为时尚早，我依然有许多的疑虑和担忧，相信你也一样。但正如我判断的那个特别的你，对我说的那些特别的话一样。但那我也不想别人有信收你没有信收我，真的我很害怕失去像你这样的人。我想做出一次努力的尝试，诚实而坚定地面对我的心。李明伦，从现在开始，我希望我和你是以恋人为目的开始相處，试试看。哇，这段路也许不好走，但我很希望能充满信心，因为对方是你。我确实很喜欢你，不仅仅是出于朋友的角度，而是出于有一天有可能让你成为站在我身边并肩作战的唯一伙伴。你要不要努力跟我一次试试看？我念完了，我现在脑子已经不能再改了。你画画？李明伦真没有信。
李明伦，这是说 no 的意思吗？还没到吧，还没到吧。最后一封给李明伦的信。给你吧。我觉得我说的挺清楚的吧，我们会试着去了解彼此的，是以成为恋人为目的，但我觉得目前还是朋友。目前我们是约会对象，我们不是朋友。目前我们是约会对象，我们不是朋友。懵了。我跟周周两个人相视，老王一把枕头拿起来，李明伦知道他要哭了。只要哪怕想要交往，这个时候没有动情过去稍微安慰一下，直接说你缓缓。他就看老王一个人在那边哭，我都这段我不想评论了，我就是心疼他，我觉得他好不容易可以收获幸福，然后结果到最后又来。我说实话，这要我女儿，我可说不准。所以我心疼啊，我觉得。老王那封信写的真的棒。那封信里面写的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就是爱是一种努力，爱是一种决定。他这个话能够直接说给李明伦听，实际上是希望推他一把，你要做决定。定了之后，我们这很多事情都好处理。但李明伦其实表达的依然不是老王想要的。对，老王需要他再往前走一步，不要停在朋友这儿，是约会对象。但李明伦前面其实给了很多信号，老王不是无缘无故跟着他走到现在的。他给了挺多信号的。或者我说的现实一点，如果李明伦是生活在上海，已经有自己的工资了。有自己一个打拼的方向，比如我将来要当职业篮球运动员，他就可以胆子再大一点，说好，那我现在可以跟你成为约会对象，我也想跟你谈恋爱。但是他现在的人生没有几张牌是捏在自己手里的，全部都是风雨飘摇，他这个信心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觉得他不像是完全不会去让退一步或者是怎么着的，就更多的像是对于一种未知的恐惧跟不敢去试探吧，他没有把这个意思太给老王说明白，因为他一定是喜欢老王的，不喜欢老王他前面对不会去做那些事情。我觉得他也是喜欢老王，他真的没有喜欢老王我觉得他不喜欢老王。一个25岁的男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喜欢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可能。老王给李明伦带来的一种感觉是，他在这个里面，他突然找到了一个非常能理解他的人，然后他可以跟这个人接触。那这不就是一纯大渣男吗？别骂街啊，别骂街！我在心里已经100遍。骂吧骂吧。墨尔本是吧？我去找我墨尔本认识的朋友，你知道吗？不必朝阳系。吓人。谁澳洲还没个朋友？快把塞炮拿来，他不他要炸了。摔炮生气了。摔炮就在他手里呢，来了，难忘今宵了。啊，好美呀！哎呀，好美啊！完了，杨潇看见又疯了。这个笑容还可以啊。这个下坡，完了。哎呀，我的天！哎，这又是那个死亡下坡哎。梁潇还不赶紧站起来去扶？哎呦呦 ！Oh my god！ 哎呦呦！给了吗？要不你扶着我胳膊也行。我拉着你是。行。
给了，给了。哇！哎呦，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咱就是说完全不能穿。这个就是花儿，这用你告诉我，这是花儿。这是一车花儿。怎么那么多花？啊，因为你之前不是说想要后备箱的花吗？哦。然后后备箱花也是可以。啊哈哈啊好。然后我就搞了一个后备箱的花。谢谢。哎，走吧，过来。哦，我这个是不是这坡太陡了？对。我给你看，这个画我把它画完了。哦。哇！今天咱们那个画，能送给我们吗？对，估计被大雨浇够呛那画。完了，无了，哭泣。这是照金山吗？对，就是咱俩那天不是说看日出吗？然后没看上，明天也不知道能不能看上日出和骑马。明天可能看不了日出了，你知道吧？因为阴天是吧？对。所以我就把日出画出来了。哇！然后那天咱不是要骑马吗？没骑上，然后我就把马画出来了。然后之前你不是说要去赶羊？什么黑脸羊啊？你之前不是说赶羊吗？然后也没赶成，我就把羊也放进去了。好细心哦！就假装我们完成了这场旅行。就假装我们完成了这场旅行。哦，这个好，真好。好好看啊！我想看羊群。我就把羊也放进去了。很好，很好。可能看不了日出了，我就把日出画出来了。然后后面像画也是可以。这个就是花。好好看啊！对，你要不要跟他们合个影？可以啊。那你坐在这儿，我帮你拍照。他俩的互动太好了。3、2、1，感觉像你画的一样。真开心。怎么我没有画吗？这里面就是底下都是你画的。好漂亮！为什么有点像那个圣代啊？圣代，草莓味儿的是吧？对。然后我还给你准备了个邀请函，就昨天我不是问你想不想去天文馆吗？然后你说一直抢不到票。啊。然后我就做了一张邀请函给你，就是这个时间你可以来定，然后你想去的时候我们就去上海天文馆，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回去填好给我。瞧瞧我们老梁，这戳到我了。那我填什么时间，他就会有什么时间。哇！你别管。喝家霸总了，他就聊小霸总了啊！小霸总了。可以。哇，你画的好好看啊！对吧？你知道这是哪颗星吗？土星。啊，果然是。哇，你别太牛，这样显得我都不想把我的礼物拿出来了。没事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他没有纸质票嘛，然后我就想着画一张。谢谢。还是得有点特长。别这么客气。那你要不要看我给你拿的？可以啊。你先猜那是啥？哎，猜中有奖。像个本儿。像个本儿。好，没猜中，你打开吧。笔。我包的。这么厉害？还行。我还以为是现成的包好的。你这样看能看出来是啥？颜料。啊。但你得打开看。是我之前常用的一个牌子。是吗？白色。啊，对。你知道很缺白色是吧？你知道很缺白。当时画画的时候，我们最舍不得用的就是白，所以谁要是从我这买了一大勺白，我们就特别的心疼。哎呦，真的，这个难戳的。哇，这个太……不是因为你不是说缺白色吗？然后我就买了12盒，然后把里面的白色都抠出来。哇！那下次我们要拿这个画。
这什么暗藏玄机啊？挑一挑，看看，真挺好的。我的绘画水平。可以，挺好的。昨天是个意外，主要是，不会再受伤了。那我就是写了一封信给你，啊。给你读一下吧，行吗？然后因为今天是旅程的最后一天嘛，然后一直没有和你很正式的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所以今天就想在最后一天讲给你听。啊，我有点紧张，所以我写纸上了。相遇的第一天，我们一起看了晚霞，淡粉色的黄昏映在你脸上的时候，真的很美啊！哇，这好美！小屋第一天，心里其实有一点失落，并不是因为没有收到来信，是因为没有收到你的来信。哎呦，天哪！第一次约会，我们的距离变成了1米，那是第一次离你那么近，然后也开始越来越了解你。如果我倒了，我会把你拉倒吗？可以啊。啊，不行，想要孩子吗？看老婆。真好。之后的几天里，每天都期待快点回到小屋，因为里面有我很在乎的人。每次和你眼神触碰的瞬间，都是心动的感觉。哇，都是心动的感觉。好甜啊！哇！然后第一次一起去川西，那是我们第一次旅行。哦，真漂亮，你这山画的。真的啊？我第一次觉得旅途中的景色那么美，是因为你在身边。厉害厉害。每次和你在一起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想认真记录下你说的每个字、每句话，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不管是这里的乌托邦，还是回归城市生活以后，我都想坚定地告诉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哇啊！还得是难忘今宵。梁霄是第一个男生主动说我喜欢你。今天旅程虽然就要结束了，但也是我们的开始。希望我可以做你身边值得信任、值得依靠的那个人。哦，可以。真好。梁霄。你好，小胡。对，都是我一个人洗的。对，都是他自己洗，他劳碌命。对，我要斗鸡眼了。不行。哦，难忘今宵，我大颗特颗。给你带了束花，有些人爱吃的水果。花。今天是谈过恋爱以来最好的一次约会，希望我可以做你身边值得信任、值得依靠的那个人。就是我写的时候，其实还挺那个，还挺自在的。那读的时候怎么就突然？读的时候有点紧张，害羞了。对，有点害羞。我今天也是想跟你讲，就是就我一直都没有很认真的跟你讲我对你的感觉。来了。因为我就是比较后知后觉的一个人，反应慢。就像我那天说的，就是川西很不一样，但其实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就是对你有超出朋友的感觉。有。超出朋友的感觉。
其实是那天你教我画水彩。我从小就特别羡慕会画画的人，因为我自己完全不会。没事，今天就不用再羡慕了。是你教我画水彩的时候，真的蛮开心的，就很好玩，就是很像回到了小时候，而且你教的就是很耐心。没事，以后用12个白教你画画。真好。哇，良校一切付出都有回报啊！然后后来去川西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去看那个贡嘎雪山，画这个画，然后就那天气温骤降，就咱俩穿都不多，然后就冻得跟那个骰子一样，就在那抖。然后那天就是你护着我回那个小屋，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信任你了。哇！但是我就是你知道，我要信任一个人，其实很对，需要一段时间，需要一个过程。我那天不是问你吗？就是对我的喜欢有多少？然后你说有90，我都震惊了。那现在呢？100%了。我觉得看到了这些白，没有。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用分数来衡量的，因为，你说你比较慢热，然后后知后觉，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很细心。其实你也会观察每一个细节，对吧？然后就像昨天我摔下来的时候，然后你也会第一时间去关心我。那不然呢？哇，没事吧？痛，每次看都觉得太从来没有见过人那样摔跤。没有，我真的昨天小学有跑给大家表演。那你有什么对我现在困惑的地方，就是有顾虑的地方？好问题。就是，下了节目你还会对我像在节目上一样很细心吗？会啊，会啊。我刚谢你们也说了嘛，就是不管是在这个我们的乌托邦小世界里，还是回归城市生活以后，都是一样的。真的。信你50%。可以。是不是上次因为那个玩游戏的事儿？对。啊，一下扣大分是吗？完了。没有。我觉得我当时可能就是有点有重组有重组啊。好甜啊！就是我也不应该那样要求你，就是觉得你一定要让我，我可能就是太想当然了。但是我觉得挺可爱的，挺可爱的。哎呦，挺可爱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信任，所以才会有情绪，对吧？如果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的话，其实赢不赢的话，应该也无所谓。普通朋友的话，我就会认真跟他玩，你也不一定会赢我。回去再玩一下。然后我就是想说，反正就是对你肯定对其他男生有不太一样的感觉。哇！又超出朋友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回去还可以再接触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为什么我当然愿意啊！我当然愿意。好，梁霄的追妻路终于成了。治愈了，治愈了，治愈了，治愈了。这已经我觉得是小胡能说出来的最直接的表达了。小胡也是一个很谨慎、很谨慎的人，他挺谨慎的。我们回去，对吧？先把这个天文馆的日期填好，给我。他俩约那个天文馆的票呢。那万一我填一天你没有空怎么？不会的，只要你填那天，我肯定有空。真的。那我往后填一填，填到12月份。填到明年。可以啊，你想明年去的话，你能忍得住？好，好甜啊！很好，很好。哇，好美！梁霄一切付出都有回报啊！哇，很绝。还得是难忘今宵。很好看。来啊，1、2、3。你真的很会拍照哎。那你看，如果不亏。还挺好看的。他俩就是很正常的谈恋爱。而且我怎么现在在看他们俩，好像长得都有点像了。他俩就有夫妻脸，我一直都觉得有。是吗？我原来没觉得。一个圆脸，一个瓜子的脸，眼睛突然就变成眼睛，他们俩眼睛有点像了。现在好吧，被你们说服了。明明一个圆脸组，一个尖脸组。看到他们的告白，真的好感动啊！从相识，然后一直到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感觉两个人真的都在付出真心。我觉得两个人要想真正的走到一起呢，还是需要用细节还有实际的行动去呵护对方。确实，谈恋爱就是不讲道理，与其告诉他应该怎样，不如就是直接关心来的有用。比如说他胃不舒服的时候呢，不是帮他分析原因，告诉他下次要注意，而是可以直接简简单单用我们的好朋友帮他泡一杯去缓解胃刺激，才是他最需要的。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胃。哎，我的意思就是，恋爱和护胃是一样的，都要靠用心。哎呀，我被他们两个稍微抚慰了一下。我其实刚刚特别难受。我也是，我前面两组给我太支持了。我跟你讲，这绝对要感谢我们家老梁。但老梁有点太规矩了，老梁偶尔。但我觉得梁霄后面，你有没有发现他有的时候突然就露出一点特霸道的那一面，是不是有一点点小霸道？一点点，五点小霸道，好吗？我跟你讲，这个男生里面表现的最好的就是老梁。主动问你现在对我还有什么不放心？这句话的后面的台词就是你有任何不放心，我都会解决掉的。巨大的掌控力，绝对的自信心。最后就是你生气的样子好可爱，你生气我都能给你接得住，全是往未来指的呀，哐哐哐哐哐，无意之中。哇，周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通分析下来。他是特好，我觉得他俩就是属于那种我心目中我觉得就是最正常的恋爱了。现在看，你看那个，其实小胡他也懂得反思，他那次生完气了以后，他会回来反思自己是不是其实没有理由去生这么大的脾气，但是梁霄又会给他一个非常大的包容和爱，说。没关系，你这样我觉得很可爱，对，这太好了，你懂吗？这就是正常情侣之间，我退一步你退一步，我反思一下，你包容我一下，然后而且，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种女生应该有点小作？我现在想想，她其实是小作哎，因为她虽然生气了，但她能够很快的又自洽了，然后就是哎没关系，我又好了，直接给自己台阶下。然后男生就觉得哎，你看你这样真可爱，拿住了，拿住了，喜欢这个就可以。摩天轮学着点啊，这期你们就反复观看就行了。这就是我说的强者。
两个人是棋逢对手的，像跳一个很棒的华尔兹，我退的时候你前进，你退的时候我前进，永远不会踩到双方的脚，然后一直有来有往，这就是强者。对。